在视频开始前，你能想到这块屏幕其实是一台电脑的 A 面吗？没错，它就是联想今年整的新活 ThinkBook Plus Twist， 一台拥有 OLED 加上彩色墨水屏的双屏笔记本。与其他双屏本不同的是，它把副屏贴在了 A 面，然后通过一个水平180度的铰链进行旋转，可以随时在笔记本、平板、电子书等各个形态之间进行切换。不得不说啊，这个设计还是很新奇的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把玩一下吧。先来简单介绍一下配置。这台电脑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一块12英寸 2.5K 分辨率的彩色墨水副屏，而主屏则是13.3英寸 2.8K 分辨率的 OLED。主屏的参数看起来很不错啊，高分辨率和广色域都有，不过刷新率呢还是普通的60赫兹。其他的配置比较常规 ，CPU 是 i7-1355U 没有独显，内存是 16GB LPDDR5X 6400兆赫兹，硬盘是512GB。价格方面呢，这种特殊形态的笔电肯定不便宜啊，算是预期之中吧。一般只有那些高端商务用户才会考虑这种机器。下面来看一下外观，其实这并不是联想第一次在笔记本上用墨水屏了，之前第1、第2代的 ThinkBook Plus 也采用了 A 面墨水屏，不过那时还是常规的转轴，只能合上用。而这次采用的旋转铰链结构也是有迹可循的，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的 ThinkPad X41 Tablet。今年联想把这两种创意结合起来，再加上最新的制造技术，就形成了今天这台 ThinkBook Plus Twist 了。机器保持了高端的轻薄本做工水准啊，机身由 CNC 工艺打造 ，AC 两个面呢采用的是环保材质水电铝，边缘做了打磨，虽然有棱角，但是并不会割手，看上去比较精致。由于墨水屏不耗电就能显示静态图像的特性，即使关机状态下，这块 E-Ink 屏也会显示预设好的壁纸。搭配自定义功能，可以给千篇一律的电脑 A 面增加不少活力。在盒盖待机的情况下，它也能够显示时间、天气、日程等等，感觉跟手机平板的息屏显示差不多啊，就是边框有点宽了。ThinkBook 呢也为这款墨水屏设计了一个方便实用的功能，只要在屏幕的右上角向下一滑，就可以呼出控制面板，可以切换亮度、对比度、旋转屏幕，也可以直接关机。对于墨水屏来说，这种大尺寸的按钮会更加方便。转轴是这台电脑的创新点之一啊，为了加大转轴强度，专门增加了转轴帽和锁槽。屏幕旋转至键盘面时，上盖会自动上清，再加上屏幕底下的橡胶条，可以防止机壳之间相互刮擦。然后我们将转轴水平转动，就可以实现墨水屏和 OLED 屏的自动切换了。可以面向自己使用，也可以合上变成平板模式。另外，按下键盘上的 Insert 键，可以手动切换显示屏。在墨水屏和平板模式下，它会默认显示墨水屏主题，点一下这个小图标就能回到 Windows 桌面了。这块墨水屏的实测色温约5300K， 自带前光的最大亮度是95尼特。当然，作为一块墨水屏，它主要的是靠反射环境光来显示内容的，所以说在强光下依旧能够看得很清楚。在长期盯着屏幕时，墨水屏这种特性让它更不容易造成视觉疲劳，护眼效果比那些防蓝光屏幕更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墨水屏的表面使用了玻璃镜面的设计，有防眩光和指纹的涂层，这在墨水屏里还是挺少见的啊。在显示效果方面，除了控制台中常规的亮度、对比度调节之外，它还有动态和阅读两个显示模式可选。动态模式类似于 LCD 屏上那种 Overdrive 的选项，刷新速度会比较快，但是画面质量偏低。而阅读模式则恰恰相反啊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我更推荐使用阅读模式。虽然刷新率慢一点，但是画面清晰度和色彩会好非常多，几乎就是一眼睛的差距啊。主要短板是刷新时的闪烁比较难受，这也是目前墨水屏技术的瓶颈。机器默认设置了自动全屏刷新，来减少画面变化时的残影。如果不习惯的话，可以自行关闭。还有一个手动刷新的悬浮球可以使用。这台电脑随机附送了一支手写笔，相较于之前的 Plus G2 进行了全尺寸的升级，并且使用了干电池，不需要充电就可以持续使用超过1年的时间啊。另外，它还支持4096G 压感。在联想自带的笔记软件 Lenovo Note 中，延迟比较低，手写体验还可以。在平板模式下，可以用它来做一些标注、写画画之类的工作。写完之后可以直接输出成图片和 PDF， 或者利用文字识别功能直接复制到剪贴板里，
然后掀开屏幕，它又可以立即变回带键盘的传统形态。这样的使用方式非常符合直觉，很快就能上手。另外，它还预装了阅读器 Lenovo Reader， 支持 PDF、MOBI 等常见电子书格式，方便大家阅读。好啦，讲完了这台电脑出彩的部分，下面就得说说我在体验中遇到的问题了。首先是我觉得最遗憾的一点，就是这2块屏幕不能同时开启，把其中一个屏幕转过来的同时，另一个就会断开连接。官方说这样主要是为了避免隐私泄露啊。我觉得如果放一个开关让用户自行选择会更好。其次就是手写笔的适配，这支笔在搭配联想自家的软件时延迟不高，但是对于其他常用软件，比如说 OneNote， 在使用墨水屏书写时就会有明显的不跟手现象，感觉需要继续优化。另外，手写笔没有收纳的地方，需要时刻注意别弄丢了。此外，转轴的稳定性比较一般，对于这种特殊结构的转轴，不能单手开合在意料之中啊。但是呢，它在触控的时候也很容易晃动，这就把手写笔的使用场景局限在了平板模式下了。总之，墨水屏加特殊转轴的设计赋予了它更多的使用方式。不过，受限于墨水屏本身的一些局限性，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用这块 OLED 的屏来处理工作的。这块面板来自三星，带有色域切换的功能。实测在 P3 模式下，色域容积为 106.1% 的 P3， 色域覆盖 99.4% 的 P3。sRGB 模式下则是覆盖了 99.4% 的 sRGB。色准表现也很不错啊，2个模式下平均 Δe 都不到1，最大 Δe 小于2，肉眼很难看出偏色，连色温都是标准的 6500K。以上数据都是在手动取消校色文件后测得的，因为加载校色文件后色准会变差，这个问题官方已经在解决中了。屏幕的默认最大亮度是380尼特 ，HDR 模式下局部最高能够达到600尼特。它在100尼特以上亮度为 DC 调光，而在100尼特以下则是240赫兹的低频 PWM 调光。100尼特已经很暗了，平时稍微注意一下就不用担心 PWM 调光的问题。当然，如果你特别看重护眼，那还有墨水屏可以用。至于为什么用 OLED 而不用 LCD， 我觉得是出于机身厚度的考量。毕竟要塞下2块屏幕，面板上的厚度肯定是能省则省啊。总的来说，这块 OLED 主屏的素质呢还是不错的，唯二的遗憾可能就是校色文件的 bug 以及60赫兹的刷新率了。另外，以往我们都会提到 OLED 触控屏纱窗感的问题，其实这台电脑也有，不过呢可能是像素密度高的原因，实际看起来并不是很明显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。聊完屏幕，再来说一下其他外设部分。主屏的上方是摄像头，有物理防窥玻片遮挡。开机指纹2合1键放在了机身侧面，在平板模式下也能直接开机。键盘键身偏短，设计的非常极限，在13英寸的机身内塞进了全尺寸的键帽，两侧几乎没有预留空间了。这台电脑最后处不到17毫米，机身重 1.38千克。虽然是双屏，但是在3维体重上机身增加的并不多，跟主流的14英寸轻薄本是一个水平，并没有完全牺牲便携性。触控板的表面为玻璃材质，手感非常顺滑，整体体验不错。接口部分，它提供了2个雷电4和一个 3.5毫米耳麦口，接口数量很单薄，日常办公呢不够用。包装内附赠了一个 C 转 A 口和 HDMI 的扩展坞，能够稍微应个急。如果外接设备较多的话，还是需要自己购买一个多合一扩展坞的。看完了独具特色的外观部分，接下来简单测试一下性能表现。CPU 方面，它采用的是 i7-1355U，2个 P 核加上8个 E 核，一共10核心14线程，标准 TDP 15瓦，最高20瓦，是专门为低功耗笔电设计的。单核性能部分，实测 Cinebench R13单线程是1827分，比其他 P 系列、H 系列的 i7 略低一些，但差距不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它在默认的电源平衡模式下 ，CPU 频率会锁 4.5G 赫兹，需要手动切换到高性能才会完全发挥。多核部分照例跑了一遍 R13循环，第一轮能够达到8454分，后续会稍微降低，在8100分出头。首次跑分能短暂达到50瓦以上，然后迅速回落，之后维持在26瓦左右。P 核 3.1G 赫兹，E 核 2.4G 赫兹。相较于 H45 标压轻薄本搞军备竞赛，我认为这台电脑的性能释放水平对于大多数办公应用来说是足够的。毕竟买这种电脑的人应该也不会用它来做很高负载的工作。然后简单测一下核显 ，i7-1355U 的核显规模和其他 i7 一样是96EU，主要是频率给的低一些，为 1.3G 赫兹。实测 3T Mark TimeSpy 1644分 ，FSE 2508分 ，Superposition 校试1057分，常规水平。实际应用这边 ，Photoshop 的 Project 脚本测试可以跑到908分，对于轻度修图、画画之类的工作还是可以胜任的。
剪视频什么的就不建议了啊。游戏我们也简单试了一下，1080P 分辨率下 CSGO 能够跑到159帧，FF14 61帧，算是勉强能玩吧。毕竟是个低压处理器加核显的轻薄本啊，不适合大型游戏。整体测下来，这台电脑的性能表现算是预料之中。在这个尺寸下，它能够胜任常规的办公、浏览、记笔记等轻度工作，各种重活累活就不要难为它了。下面进入拆解环节，这台电脑的拆机不难啊，卸下底面的螺丝即可揭开后盖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特殊的双平线设计，2根平线一左一右放置在了转轴里，其他部分跟普通的轻薄本接近。电池容量是56瓦时，在这个尺寸里属于常规水平。在使用 OLED 的平时 ，PC Mark 10的现代办公续航成绩是8小时22分钟，日常应用脚本的续航时长是5小时20分钟，可以应付大半天的使用。测评样机的固态硬盘与实际发售的不一样，所以硬盘测试只能先跳过了。无线网卡位于主板的右侧，型号是 HR11，板载不可更换。极限速度和稳定性我们也测了一下，速度没什么问题啊，稳定性这里感觉波动有些频繁了，好在没有出现断流，日常用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内存同样是板载的 LPDDR5X 6400兆赫兹，实测读写差距比较大，写入能够达到9万多，读取则只有5万4，延迟108纳秒。散热部分它采用的是双热管双风扇的结构，下面用烤机来实测一下吧。室温25摄氏度，对于这种核显轻薄本，我们使用 Stress CPU 进行测试。烤机30分钟后 ，CPU 功耗维持在80度，功耗26瓦 ，P 核 3.9G 赫兹 ，E 核 3.0G 赫兹。在平板模式下，机器的功耗会受到一定限制 ，CPU 12瓦，温度61度。表面温度部分，键盘中央有一块40度的高温区，有一定的热感，还算能接受。背面最高呢则是40.7度。噪音方面，它的满载人为噪声是41.9分贝，属于很安静的水平，平时负载低一点的时候基本感觉不到。总的来说，这台电脑的散热表现中规中矩，它的性能释放够用，表面温度和噪音都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内，非常适合办公 Office 的轻度使用。在常规使用场景下，不用担心散热的问题。好的，测试了这么多项目，相信你对这台电脑也有一定的了解。按照惯例，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，供各位参考。视频的最后，我想再聊聊我对于双屏笔记本这个品类的理解啊。目前大多数双屏本都是把第2块屏幕当做内容的扩展，能同时显示的内容更多了。但与此同时 ，C 面键盘或者触控板的空间却被挤占了，这样的结构适应起来其实比较困难。而这台电脑则不同，它的第2块屏幕并非显示内容的扩展，而是使用方式的扩展。它给用户提供了一个便于阅读、书写的墨水屏，而在不用的时候，它也可以随时转换成传统形态，并不会对常规的使用造成过多的负面影响。这样的设计，我觉得是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。当然了，考虑到这台电脑的价格以及墨水屏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，它注定还是不能成为主流级别的产品。所以说，这台电脑我比较推荐给那些预算比较高、喜欢体验新技术，并且呢有较多阅读需求的办公人士和学生党考虑。别的不说啊，光是这个可自定义 A 面的壁纸就足够吸引人眼球的了。总之，这个产品的思路我还是觉得很有新意的，希望后续能够把这个系列继续完善下去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一下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交流版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是比巴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